昨天下午有一位53岁女士来找我，她说她有对象，问我还来得及吗？我当时有点懵的啊。她给我的印象就是打扮得很精致，但岁月在脸上依稀可见。她说自己53周岁，名校硕士，企业高管，车房都有，存款有7位数。听完呢，我就问她孩子多大了。她说这一辈子啊没结婚也没生孩子。那一瞬间我真的很震惊啊！我做这个行业很久了，遇到这个年龄段不婚不育的确实不多。她又跟我说了她以前的一些事情，经过她本人的允许呢，我给大家分享一下。20多岁呢，她谈了第一个男朋友，两人同学啊，谈了2年多的感情。男方每个月赚的钱是舍不得吃舍不得喝的给了女方。那时候交通不太方便啊，两人经常坐大巴车来回看。现在想想，那个男朋友是她觉得是最好的那一位。但女方的妈妈不同意啊，觉得男方家里条件差啊，兄弟多，工作也不好，说什么也不愿意。女方呢也觉得自己家里条件太差了，就特别想找一个条件好的，因为不想再过这种苦日子了，就听了家里人的意见提了分手。男方自尊心很强，一气之下就断了联系啊，去了南方发展。后来呢，女方毕业分配啊，就当了学校老师。那个时候老师这个职业就特别的吃香，很多媒人都抢着给他介绍对象，当官的、有钱的、家里条件好的太多了，他就有一些眼花缭乱，不知道要选哪一个。家里就劝他呀，物质条件好啊，那才是最重要的。于是他又谈了2个有钱的，但都因为性格不合分手了。他的性格就属于那种比较强势的一方啊，一遇到问题呢就会争论个是非对错，从来都不肯低头。男方就觉得受不了就分开了。虽然谈了几段分手了，但他的条件依然还是很好的，人也聪明啊，考上大学，读了本科，读研究生，一时啊风光无限。那个时候很多男孩子都追他。人的心理就是这样子啊，当你被条件很好的人追过之后啊，你就会自认为自己是配得上条件更好的了。他就开始挑挑拣拣，看谁的条件更好啊，谁的性格更合适，谁长得更帅等等。最后啊是没一个看上的，年龄呢也跟着拖大了。那个年代你30还不结婚呢，是会被笑话的。他有段时间特别焦虑啊，觉得找个条件不错的就嫁了吧，可自己又很不甘心啊，随便找一个，但是又纠结自己年龄大了生孩子怎么办呢？当年就有一个小伙子刚30岁啊，人很好，自己呢也比较吃苦，就开公司，有车有房子，条件也很好，就是个子啊长得矮了点。他就特别纠结啊，哎呀，想着条件好啊，矮就矮吧。2个人本来就是要结婚了，结果男方父母出了意外，母亲离世，父亲瘫痪在床，常年都需要人去照顾的。他就考虑到自己以后的生活质量，提出了分手。男方呢也留过几次，但是没有留住，就没有再找他了。后来呢，他又谈了几个，有的是男方原因，有的是他自己的原因。一晃呢，35岁了还是没有结婚，家里父母就催得很厉害啊，也不要求什么条件好的了，只要是人啊，这个合适，有个稳定工作就行了，离婚的也行，别挑了。但这姑娘却觉得呀，自己已经挑到现在了，想让他找个条件差的，这心里特别的不甘心。虽然要求没有之前那么高了，但还是要求男方必须有房，工作是公务员，铁饭碗，或者是做生意的老板，父母得有退休等等。结果媒人呢越来越少，都没有人愿意给他介绍了。难得有几个条件差不多的，他能看上的，人家都觉得他年龄太大。后面呀，他干脆直接摆烂，想着找个低质量的结婚啊，那不如不结了，就加入了不婚主义。那个时候谁劝都不好用啊，他就是不想结婚。不是自己不想，而是确实不愿意去将就。他也想找个条件不错的，也喜欢他的，愿意包容他的人去结婚，可是找不到啊。后来呢，家里人也跟着放弃了。既然已经这样了，那自己能照顾好自己就行了。在他48岁那年，他的母亲生病，坚持了2年之后走了。去年呢，他的父亲因为脑溢血走了。父母的遗产他们兄妹是4个啊。分完之后呢，这没了父母，大家走动就更少了。这每天下班回到家呀，看到家里空荡荡的房子，以前还能给父母打个电话说说话，现在也没有人说了，从来都没有的那种很强烈的孤独感。他现在每天都在坚持的锻炼身体，希望自己的身体能够一直健康。他特别害怕哪天去了医院都没有人管他，他也害怕自己有一天生活不能自理怎么办，死了连个披麻戴孝的人都没有。好在呢，现在收入还可以，攒了很多钱，他也不敢花太多，这有钱啊都能安心一些。他在网上加入了一个一辈子都没有结婚的小团体，大家互相精神鼓励，互相说着无儿无女，要是死了他们会互相送终。他说他现在特别的后悔，如果时间能够回到30年前，他一定会在他最好的年华里找个人品最好的人结婚。你到老了之后，你就会发现金钱物质不是最重要的，而这个人可以陪你厮守50年，不论柴米油盐酱醋茶，也不论酸甜苦辣，不论生老病死，都能够很泰然的和你相互扶持。
相亲市场，男人可以向下兼容，女人不行，必须得往上嫁，差一点都不行。你以为我想说女孩子呀？我是真的忍不住啊！现在女孩子找对象的思想，你真能让她给整崩溃了。身高、长相、性格、学历、工作、收入、家庭啊，通通都得纳入考虑范围，不能比自己差，不能比朋友差，也不能比闺蜜她老公差。你说要命不要命？今天有一个91年的上海姑娘给我打电话啊，问我这里有没有合适对象。我问她要求，她说要求不高，只要能在上海有房、工作稳定、未婚就可以。这话一出，你说你不吓得人肝疼吗？上海一套房子首付也得几百万，一个男人从20多岁出来毕业，给他15年的时间，不吃不喝，1年几十万才会赚得出来啊！我说这要求太高了，不现实。他说他朋友好多都在上海结婚了啊，南方买的房子，他也想。听完我问他呀，那你现在怎么还没嫁出去呢？他说自己挺后悔的，相亲有个7、8年了，那个时候就一门心思呀，想找个有房子的、有户口的、年薪几十万的，哎，长得还得好看的。基本啊，他看上的看不上他，看上他的他也觉得心里不太痛快。就这样挑挑拣拣，到了30岁着急了呀。即便着急啊，也不甘心放低要求。曾经啊，这个有个上海有房子、年薪几十万男人喜欢他，但他觉得这个男人啊情商不高，吃饭吧唧嘴，哎，说话声音大等等，就没同意啊。结果这个男的很快就找到结婚对象了，他还在相亲。这不一晃，今年32岁了，朋友的孩子都快上小学了，他就很想找一个合适的对象结婚啊，他也不挑了，说只要有房子能让他定居在上海就可以。我让他介绍一下自己的情况，他说自己在外企做翻译的，工作体面啊，月薪8000左右。听完之后啊，我就问他在上海待了几年了，他说9年了。问他攒了多少钱，他说这物价太贵了啊，房租1个月就要接近1半的工资，每个月都剩不下来啊，家里有时候还得贴补，但是也存了一些存款，大约有3万多。他说完呢，我很委婉的告诉他，姑娘，你想找的上海有房子、工作稳定、未婚的男士，大概率人家看不上你的，这不现实啊，你可能还需要再降低标准。比如说啊，找离异的，找房子在郊区的。他听了特别不满意啊，觉得是我在嫌弃他，其实他年龄，故意让他找条件不好的。哎呀，咱是很有耐心啊，姑娘，你看我这有一个98年的姑娘，国企工作，有上海户口，她也想找个上海有房子、工作稳定，而且能接受10岁的年龄差的未婚男士。其他呀都不做要求，你觉得这个男士是想认识你还是想认他呢？他给我来了句啊，年轻的不成熟，我很重啊。哎呀，姐妹儿，这人找对象都是视觉动物，一上来都想找好看的吧？年轻的胶原蛋白多呀，就算脾气作闹点，这心里也痛快吧？他开始情绪有点激动，问我难道我未婚就一定要嫁给一个2婚带娃的吗？上海那么多有房子的，怎么就没有看得上我的吗？我说这有一个男孩子啊，90年的33岁，做软件开发的，年薪在30-40万，在上海首付啊有房子，南京还有2套房，存款大约10万左右。人呢经常熬夜，有点秃顶，作息不规律，有啤酒肚啊，身高在170，体重接近200斤。你愿不愿意认识？他听完就支支吾吾的跟我说呀，哎呀，这形象太差了，存款太少了，不太能接受。我一听啊，这得亏是跟你打电话呀，你要过来跟我当面，这王八都得揍你。就刚才这个男孩子啊，他还不一定能看得上你，人家呀已经有好几个95后的女孩子都等着想认识他呢。他听完又开始这个焦虑纠结啊，是不是又嫁不出去了？昨天还有个女孩子想在北京定居，张口也不看自己什么情况，就要找那京房京户、年收入几十万的男人。哎呀，听完了啊，我是真的很想给他买个镜子照照自己，大白天做梦的不害臊吗？很多来相亲的姑娘们，明里啊说没什么要求，暗里的择偶要求啊，相貌、品行、身高、学历、收入、家庭等等都要考虑进去。理由啊，不能委屈自己，哎，不能比别人家的差，不能让父母失望。低学历、低层次的男性们都不足以成为择偶对象了。现在这个社会啊，也营造了一种这样的环境，有意无意的去引导女性的择偶观，学历、工作、家世都变成了择偶的筹码。干得好不如嫁得好，总是希望通过婚姻不劳而获，跨越阶级。很多毒鸡汤啊，潜移默化的去影响着他们的婚姻观。你要是找一个比你差的老公啊，你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 loser。我就在想，三毛跟荷西的故事，如果放在今天，就不是撒哈拉的故事了。哲学女博士与高中男技师宣称他们是真爱，这话题这流量，男女双方瞬间都能被当下的婚恋观给喷成筛子。人嘛，自知之明是很重要的，有一个正的婚姻观，你找对象你也能幸福的。这个对于我来说都不算啥。接着个上午啊，那是一点都不忙啊。哎呀，闲人一个呀，也没有人找我去许愿啊。我那许愿池里面的王八们啊，都开始放假了呀。这正等着我闲的准备要创诗写作的时候啊，来了一位29岁的男士啊，希望我能够帮他找对象。我一看这不来活了吗？立马呢见了精神小伙呀，咱就抖一抖。男士今年是92年的，29岁哈，人家还没有过生日呢，这不到30。自己呢是开了2家这个跆拳道馆。他说自己早些年是做销售的，这见的姑娘也比较多。
尤其是有些姑娘是表里不一的，这表面和真实的她完全是两个人呐。她很想找对象，但是怕找到了，好不容易谈了后期呢发现不合适又分了，这不浪费感情吗？这不玩完了吗？于是呢，她就反向思维去找对象，与其自己要求别人，不如用排他法，把自己不能接受的地方给列出来，这样呢筛选过来那些人里面再去找合适的，这不更加有利于感情的发展吗？于是他又列出了这个7、8条要求，都是不想找什么样的。嘿嘿，哎呀，反正我就往下说吧这第1条呢，就是不找抽烟、喝酒、打麻将、打牌这个有纹身、化浓妆的姑娘。这第2条不找朋友圈里面到处晒过度美颜、加滤镜的自拍照，这个晒饭、晒菜、晒下午茶的这类姑娘一律免谈。这第3呢，就是不找把猫狗等宠物当爹当儿子一样伺候的，将宠物权放在人权之前的，过于夸张的付出感情的这类女人。这第4呢，就是不找这个穿着打扮奇形怪状的，比如大白天cosplay穿汉服到处溜达，穿着这个保姆服这个公主服，自认为自己很美的那类姑娘。这第5就是不找机车女酒吧蹦迪女，总是着装过于裸露或者是过于透的，大开领低胸装、超短裙露腚装，极品黑纱透文胸的。这第6就是不找狗眼看人低的攀比心太重的，自己月薪3000看不起人家月薪1万的，自己身高1.5米嫌弃人家身高1.7米的。这第7就是不找月光族，不知道节俭也不知道去省钱，月薪3、5千却玩着月薪3、5万才能玩得起的小资情调，信用卡刷到不能自理。这第8不找没有边界感的，和有对象的男士认作兄妹、认作姐弟的，还把男人当成蓝颜知己、有男闺蜜的，一律免谈。这第10就是，哎呀，这一罗列怎么说到第10条了不找什么都要求男人做，自己一点都不付出，动不动就觉得自己吃亏了，幻想着男人挣钱、女人花钱的，坚决不要。那等等等等还有几条我也没想起来还有1条就是不找追星的，这个迷恋爱豆的，头像朋友圈都是明星的坚决不要。应该就这么多了吧。就在跟这个男士聊天的过程当中来了2位女士，是昨天约好的嘛，他们这不坐在后面就听见了。等这男士说的差不多的时候，有一个女孩子就嘀咕了说了一句，怪不得没有对象。这虽然是嘀咕但是他这个声他不小。男士听见了转身看了一眼这个姑娘，还上下打量了一下又跟我转头加了一句事儿逼嘴碎的姑娘不要。哎呀，听完呢我真的差点也没有忍住就看见后面那2个姑娘拿着包走外面那个屋里去了。这听完呢我就寻思这怎么找对象后来呢，因为我的资源是严重短缺男士放弃了我，说去下一家看看，留下了一脸懵逼的我，以及走后和我骂骂咧咧的那2位姑娘。你们说这活干的难不难吧？